俄乌会谈不欢而散，泽连斯基参加阿尔巴尼亚欧洲峰会。特朗普态度决定俄乌战争走向。俄罗斯利用谈判拖延停火，集结力量发起更大规模夏季攻势。乌军爆破俄军弹药库，准备大规模进攻克里米亚。莫斯科工业区遇袭起火，乌军击毁比尔格罗德通讯塔，再炸库尔斯克大桥。挪威向乌克兰移交全部 F-16。欧洲核能开始恢复。乌克兰硬汉成为新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回顾这场举世瞩目的俄乌谈判，普京没去，特朗普没去，泽连斯基去了没参加。最终会谈在土耳其外长主持下，俄乌代表团和谈了不到2个小时就不欢而散。虽然没啥成果，但好歹也是这3年多来，俄乌双方再次坐到谈判桌前，这没吵起来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不过据说俄罗斯在这场谈判中态度十分嚣张，根本没有和谈的意思，甚至有传言称在土耳其的会谈是俄罗斯羞辱美欧各国的闹剧，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基辅独立报报道，经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位消息人士证实，在这场谈判中，俄罗斯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态度。其提出的停火条件是乌军必须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4个地区完全撤军，即便这些地区俄军还没有完全占领。对此，乌方怒不可遏，称俄罗斯欺人太甚，这种要求完全不可接受。但俄方谈判代表冷冷撂下句话：那下次将是5个。俄罗斯这么勇，真是这么说的吗？后经俄罗斯记者向代表团求证，俄罗斯代表团的回答是：我们没说5个，我们说的是8个。俄罗斯媒体的评价称，这个冷笑话成为俄乌谈判中标志性的似乎开玩笑又似乎不是开玩笑的时刻。俄罗斯的强势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俄罗斯谈判代表也就是普京的助理梅金斯基的表态也充分体现了俄罗斯的强势态度。他说，俄罗斯不想要战争，但已做好了永远战斗的准备，不管是1年、2年、3年还是更久的时间。他还嘲讽地说道，俄罗斯和瑞典战斗了21年，乌克兰你又准备战斗多久呢？这里说的瑞俄战斗应该是1700年至1721年间，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领导下的俄国与瑞典王国之间的战争，又称大北方战争。俄罗斯这是近些年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开始拿老祖宗说事了吗？其实俄罗斯强硬拒绝停火早在火力军的意料之内，毕竟俄罗斯自己设定的最低目标都未实现，根本就不可能停火。当然也有人会问，俄罗斯强硬的底气是谁给的？这还不是美欧不给力导致的。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摸清状况和美欧底线，坚信自己能实现所有战争目标，自然不会停火。此次会谈就是俄罗斯用来堵住无条件停火30天通牒的手段。至于所说的羞辱，应该是俄罗斯一开始就没打算和谈所派出的低级代表团。乌克兰方面，其最高拉达议员热列茨尼亚克认为，这场谈判毫无成果，当然也不能说真的一点成果都没有。率领乌克兰代表团的乌梅罗夫告诉基辅独立报记者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一项以1000换1000的战俘交换协议，同时俄乌双方同意将提出他们对停火的设想。看样子双方是有意继续进行谈判的，但现在的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是在土耳其接着谈，还是回去等普京和泽连斯基再喊话？这我们不知道，只是看到在土耳其没等到普京的泽连斯基转身去了阿尔巴尼亚，参加在那里的欧洲峰会。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5个大男人及泽连斯基和欧洲 F4守在电话机前跟特朗普打电话，这是在干什么？自然是集体控诉俄罗斯玩弄乌克兰，根本不想和谈，要准备新的制俄方案。如其中的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泽连斯基不顾一切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但普京没有出席，这是十分不尊重的行为，也让俄罗斯处于不利的境地。同时他说，新的制俄方案已经准备就绪，且将于5月20日实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美国的表态，俄乌双方现在各执一词，就看暧昧特朗普信哪一方了。特朗普是火力军见过变脸最快的男人。俄乌刚开战的时候，美欧一体坚决站在乌克兰一边，对俄罗斯各种制裁，向乌克兰运输各种军火。但特朗普一上台，形势斗转，欧洲虽然继续站在乌克兰身边，但美国却对乌克兰各种看不惯，直到矿产协议签署，美国态度才有所好转。但5月15日又有消息传出，特朗普希望恢复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并反对邀请泽连斯基参加6月的北约峰会，这在此之前从未有过。难道是矿产协议已经满足不了特朗普胃口了，还是说普京又私下里向特朗普卖钩子了？幸好该消息传出后，立马遭到了其他北约成员国的批判。
如荷兰外长卡斯帕·维尔德坎普就表示，邀请泽连斯基参加北约峰会的决定不会由美国做出，邀请权在北约秘书长手里。荷兰欢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代表团来到海牙参加北约峰会。同时，他称特朗普政府反对邀请泽连斯基参加北约峰会，并希望重启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相当于瘫痪北约，给俄罗斯鼓励，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另外，5月16日在离开卡塔尔后，特朗普还在空军1号上告诉记者，他可能会打电话给普京，讨论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他兴奋地表示，未来2-3周内世界将更加安全。显然，他相信自己能够与普京达成协议。这种迷之自信还是一如既往的味道啊！他的24小时大饼，火力军可是吃了50多次，吃到饱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发言再次把欧洲撇到一边。因此，若是俄罗斯继续拖延停火，特朗普是不是会制裁俄罗斯，现在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俄乌会谈的不欢而散所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普京悄然更换陆军司令，加大夏季攻势，乌军则开始大规模进攻克里米亚的准备。在会谈结束后，俄罗斯代表团直接前往机场离开，但其没有停火的意愿。早在5月15日，也就是俄罗斯提出要与乌克兰在土耳其谈判的同一天，就已经暴露，因为当天普京就签署了一项法令，将俄国防计划延长至2027年。据悉，俄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的2025年至2027年预算文件显示，2025年俄罗斯国防开支预计为13.5万亿卢布，较2024年大幅提升。此次国防计划的延长或进一步牵动俄乌局势与欧洲安全格局的走向。当然，俄罗斯不停火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敢。俄罗斯国内压力也不允许其停火，俄罗斯也承受不住战争失败的后果。战争打了3年多，俄军伤亡超过97万，甚至俄能源经济都要打崩了，但只占领了乌克兰19%的领土，甚至未能控制乌克兰23个州首府和特殊地位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俄罗斯的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以及完全占领乌东4州的目标都未实现，因此俄罗斯需要尽可能实现最低目标。而此次谈判就是为了拖延停火，为俄军集结更多兵力，发动更大规模夏季攻势做准备。甚至普京为此还特意更换了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司令。据俄罗斯国家媒体报道，普京已经任命2022年袭击马里乌波尔的安德烈·莫尔德维切夫上将为新任的俄罗斯地面部队司令。据乌克兰安全局消息称，莫尔德维切夫是俄罗斯南部军区第8近卫联合武装军的指挥官，曾参与了2022年对马里乌波尔的围城战，并因批准最后袭击计划，包括包围和猛攻亚速钢铁厂，导致数万乌克兰平民死亡。但普京亲自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但其已触犯乌克兰刑法典多款条约，早已上了乌军的清除榜单。而被炒鱿鱼的原司令奥列格·萨利乌科夫将军于5月21日年满70岁，根据俄罗斯法律，他将在本月从现役军人中退休。据悉，自2014年以来，萨利乌科夫一直领导着俄罗斯地面部队和莫斯科驻军。他因监督2014年至2025年红场的年度胜利日阅兵而闻名。目前因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中的作用而受到北约制裁。乌克兰方面没多说什么，在谈判结束当天，直接爆破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弹药库。据克里米亚风电报频道援引当地居民的话报道，5月16日凌晨，乌军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多个目标。俄国防部随后发布报告称，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21架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水域则击落了43架，一如既往的宣称没有损失。但从流出的视频看，乌军无人机很明显击中了克里米亚佩列瓦尔内村的俄黑海舰队第126海防旅的弹药库，并引发巨大爆炸。俄罗斯第126海防旅第8炮兵团的基地随后也报告了损失。而且在该弹药库发生2次爆炸后，当地通往新费罗波尔和阿卢什塔的道路已被关闭。尽管莫斯科方面宣称在次日8点就恢复了交通，但这并没有打消外界的质疑，因为佩列瓦尔内村的弹药库大火仍未被完全熄灭。其实早在2023年，该基地就先后2次遭到了乌军重击，且大部分区域都损毁严重。如今2年过去了，乌军成功复刻空袭行动。除此之外，克里米亚的贝尔贝克和卡恰等空军基地也遭遇了袭击。目击者表示听到了至少10起巨响，详细的战况还在确认中。至于克里米亚最重要的军港塞瓦斯托波尔，也传出了起火爆炸的消息。总之，乌军这轮空袭的范围是全方位的。乌军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袭击克里米亚的俄军雷达、防空系统、弹药库、关键线路，可能是在为更大袭击做准备。接下来或许就是乌军全面进攻克里米亚。与此同时，据俄军事频道报道，5月16日夜间，莫斯科州的波多利斯克一带同样遭遇了乌军无人机空袭，当地的一个工业区被击中，发生火灾，失火面积达1500平方米。
此地距离莫斯科南部的核心区域仅40公里。实际上，波多利斯克一直是俄罗斯重要的重工业区，它也是州内除莫斯科市之外最大的城市。在此之前，乌军就曾多次袭击该地，而针对整个莫斯科的打击也在5月上升到了新的高点。甚至在俄罗斯的胜利日前后，乌克兰还发起了俄乌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接下来，乌军还将如何行动？火力军将持续观察。另外，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萨拉瓦特市的 SVE-CHA 石蜡生产厂也发生了大规模爆炸，建筑物部分倒塌，火势持续燃烧。由此可见，乌军无人机对俄本土目标的袭击从未中断，每天都在持续，不断消耗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摧毁能源经济，削弱俄罗斯战争的潜力。而乌军对克里米亚的不断袭击，则说明一旦德国悄悄交付金牛座导弹，对克什大桥的袭击可能随时来临。据俄频道 Ostra 的报道，在别尔格罗德州的瓦罗伊斯基区，乌军特种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先破坏了多辆俄军补给车，紧接着打掉了至少3座俄通讯塔。现场画面显示，俄军的控制区已被翻滚的浓烟覆盖，通讯设备也燃起大火。而早些时候，乌军特种部队还攻入了别尔格罗德的沼泽区，并拿下了2个俄军后方的阵地。如今乌军又破坏俄方的通讯设施，或许意味着他们将再从其他方向攻入别尔格罗德。与此同时，在靠近别尔格罗德的哈尔科夫一带，乌军第92突击旅也袭击了一个俄军阵地。当时对方正准备发起冲锋，就像火力军一直强调的那样，乌军正通过俄罗斯境内的行动阻止俄军对乌克兰土地的进攻。在另一块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乌军则炸掉了当地的一座大桥，具体位置则是在斯纳格斯特一带。当时乌军向俄军的检查站发起猛攻，随后精准击毁了连接两地的桥梁。从前方披露的视频看，这座大桥已经被完全摧毁，建筑残渣都掉落在河流中。此举有效阻止了俄军的行动。若是加上此前乌克兰空军打掉的兹瓦内的过境点和乔特基诺镇附近的另一座大桥，乌军很明显是想通过空中力量为地面部队开辟前进道路。在乌东战场，战争研究所地图显示，俄军将进攻主力放在顿涅茨克州，其近期在莱曼、红军村东部和新帕夫利夫卡方向均有微弱进展，收获了约2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只不过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在莱曼方向，一支俄军分队在试图进入托尔斯克村时，遭到了乌军第63机械化旅的围歼；又或是在恰索菲亚尔方向，俄军企图于凌晨时分搭载装甲车突袭乌军第24独立机械化旅的阵地，但在途中被乌军侦测到，导致进攻彻底失败。3辆俄军 BMD 战车及随车步兵被摧毁和清除。托列斯克方向插着前苏联国旗与俄罗斯国旗的俄军摩托车冲锋队对乌军第1亚速旅第14突击旅发起了自杀式冲锋。乌军第14突击旅先后使用无人机、炮兵与狙击手联合绞杀了这支俄军部队。随后，乌军中由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退役军人组成的国际军团趁势反推，在德鲁日巴以北连续收复了6个阵地。红军村方向，战争研究所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俄军最近在红军村东部有较大突破。目前，俄军第5摩托化步枪旅在夺取了米罗留比夫卡以后，正在其北部的马林伊夫卡西部继续推进。俄国防部称，该旅隶属于南方集团军，其早应该在2025年1月从库拉霍夫方向调到沃斯德维任科方向展开进攻活动。只是在今年2月3日，托列茨克战斗进入高潮，该旅先被紧急调往了托列茨克。如今，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和重组后，才重新在这里投入战斗。而乌军目前仅在叶列扎维特夫卡内部和附近保持了一些阵地，这使俄军向红军村推进变得复杂化，但也使自己面临被包围的风险。此外，乌克兰官员最近还报告称，俄军正在增援红军村俄军，其已将俄军第39摩托化步枪旅从库拉霍沃调了回来。加上俄陆军中将瓦列里·索洛丘克在最近在库尔斯克州取得成功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区指挥官。因此，火力军认为，俄军是指挥部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重新专注于夺取红军村和米尔诺赫拉德。当然，以俄罗斯目前的人力物资，未来几个月是不足以完成对红军村合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村战斗中发生了令人感慨的一幕：乌军 K2 营的防守阵地突然遭到俄军袭击，士兵瓦迪姆来不及穿戴护甲、头盔就冲出战壕，以一己之力与6名俄军展开激战，在歼敌3人后不幸牺牲。枪声引来了乌军无人机和炮兵，进攻的俄军遭到团灭。据挪威国防大臣桑德维克透露，援乌的部分 F-16虽已成功抵达基辅，但挪威计划在2025年向乌克兰移交全部的 F-16战斗机。只是出于运营安全问题，挪威在与乌克兰协商后将不会披露交付的飞机数量。与此同时，波兰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第47批军事援助。
总额达2亿欧元。波兰还有可能继续向乌克兰转让米格29战机。丹麦宣布废除自1985年来就一直实施的核能禁令，欧洲核能这是要恢复了吗？多年来，由于公众担忧等原因，欧洲部分成员国对核能持抗拒和反对态度。如1985年，丹麦出台核能禁令，希望专注风能等绿色能源。2003年，比利时通过一项逐步淘汰核能的法律，规定核电站最迟应于2025年前关闭，同时禁止新建反应堆。2019年，西班牙宣布计划到2035年前关闭其7个核反应堆，德国则已在2023年关闭最后3座核电站。但据经济分析公司标准普尔全球202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自欧洲能源危机发生以来，部分欧洲国家对核能的反感已经减退。如今年1月，根据民调机构 Megafon 的调查，55%的丹麦人支持结束核能禁令，而2022年的这一比例为46%。目前仅27%的人希望维持禁令。于是就在近期，丹麦议会以71对34高票通过了重启核能研究的决议。又或是5月15日，比利时议会以108票对8票的结果放弃原定的核能退出计划。其他欧洲国家对核能的看法也在转变，认为应建设新的反应堆。而除丹麦和比利时外，今年3月，德国核能工程行业协会表示，德国理论上仍有可能重新启用多达6座核电站。西班牙在发生全国性停电事故后，该国也掀起了关于暂停关闭核电站的讨论浪潮。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也已同意延长现有核反应堆的使用寿命。今年2月，英国斯塔默政府宣布将简化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建设流程。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向法国电力公司提供一笔补贴贷款，用于覆盖建造6座新核反应堆的部分建设成本。其他欧盟国家还有捷克，其在去年就宣布将计划建造的反应堆数量从1个增加到4个。到2040年，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提升至68%。波兰也在2023年通过了建设6个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计划。瑞典则更早在2022年就开始了更新关于建造核电站的法律，以促进新的核电项目建设。其工业与能源大臣布什表示，如果你想要大量电力，且希望其完全脱离化石燃料，那么核能就是你的选择。根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数据，2024年欧盟33%的电力来自化石燃料和生物质，24%来自核能，28%来自风能和太阳能，15%来自水力发电。核能在集合电力中的比例更高，提供了约1半的低碳电力。泽连斯基曾于5月14日发布总统令，任命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副主席纳里曼·杰利亚尔为新的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于2016年被俄罗斯政府取缔，并被宣布是极端组织。而杰利亚尔本人在2021年8月23日参加了在基辅举行的首届克里米亚平台会议，随后于当年9月4日在克里米亚被捕，被俄罗斯法院判处17年监禁，一直到2024年6月28日才与其他9名囚犯一道被交换。当然，在俄罗斯的监狱里还关押着诸多乌克兰硬汉，这其中还包括赫尔松市前市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延科。据悉，他于2022年春被捕，目前被关押在弗拉基米尔地区帕基诺市的一处惩教所。或是囚犯告诉尼古拉延科的侄女，尼古拉延科原本应该在2022年通过交换获释，但他却将自己的名额让给了一位腿部患有坏疽、可能无法在俄罗斯人的监狱里活下来的难友。其后，俄罗斯政府再也没有将尼古拉延科列入交换名单。据联合早报报道，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利姆汉因涉嫌性行为不当已被暂停职务，联合国对他展开的相关调查也已进入收尾阶段。面对指控，卡利姆汉坚决否认。而上述指控最早于去年10月提交至 ICC 的管理机构。指控曝光后，多个非政府组织及法院内部人员曾呼吁他在调查期间主动暂时离职，但卡利姆汉当时选择继续履职。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利姆汉已于上周接受联合国调查人员问询，这一次的面谈被认为是此轮外部调查的最后阶段。调查于去年12月启动，目前尚无确切结束时间，调查结果及其影响仍不明朗。目前暂未有消息表明谁将接替卡利姆汉主持检察官事务。目前 ICC 正处理多项引发全球关注的战争罪调查，其中包括以哈冲突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事件。ICC 也曾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因调查美军行为而遭美方制裁。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大规模进攻克里米亚的契机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